人真的有可能预知到自己的死亡吗？天涯论坛上就曾经有人分享过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2022年，上海男孩小健在初中同学祝内10年前的课本上发现了一句求救的留言。祝内声称自己会在10年后，也就是2022年死去。诡异的是，祝内真的在2022年死去了。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小健想起了一桩离奇的往事，似乎可以解释这句留言的真正来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新来的朋友们可以点个关注，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2015年，居住在上海的小健收到朋友祝内的来信，说要来拜访他。小健和祝内打小就玩在一起，两个人还一起在上海念完了初中，可谓是知根知底儿。本来这段友谊还能无限的续下去，只是祝内的身份特殊，令二人不得不经历短暂的分别。原来，祝内是一个中日混血儿，父母在他上完初中之后，为了工作的需求，就将祝内带回了日本。在当时网络还不算特别发达的时代，小健和祝内一年到头也没有怎么联系过。因此，当小健得知自己的好朋友马上要来上海找自己的时候，他的内心还是十分激动的。没多久，祝内来到了上海，住进了自己在上海的姨父家中。为了一尽地主之谊，同时也是给祝内讲讲这些年上海的变化，小健带着祝内在上海街头逛了好几圈。走着走着走累了，小健就打算带着祝内去吃个鱼。毕竟祝内作为中日混血，对鱼有着一种天生的热爱。遗憾的是，刚走到千岛湖那边的鱼味馆，小健就发现了这家店不营业。正好此时的祝内也表示自己不是很饿，可以再走走。于是两个人就继续在街头逛着，逛着就来到了世博馆。当两个人走到世博园的时候，祝内停下了脚步，表示自己很想去世博馆里看看。这一要求乍一听好像没什么问题，可实际上当时的世博馆还一直处于闭馆的状态，此时又是夜深人静的时刻，小健也不过17、18岁的样子，胆子还真没大到敢勇闯世博园。无奈的是，祝内向小健表示了强烈的想要进入的念头。拗不过朋友的请求，小健还是鼓起勇气，打算带着祝内溜进去。没想到祝内比小健更凶猛，他看着分馆门口上锁的锁头，直接就在周边找了块石头开始砸。这架势让人不得不怀疑，今天这世博馆是非进不可吗？小健被祝内这阵势也是吓得不轻，毕竟这可是世博园，就算已经闲置了很久，但也不至于没人看守吧。而这祝内砸锁的声音在此刻听来又觉得异常刺耳，于是越想越心虚的小健就开始阻止祝内的举动。可奇怪的是，祝内越砸越来劲儿，根本不听小健的劝阻。此时小健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朋友好像变了，原本温柔的神情此刻也变得异常凶恶。看到那眼神，小健再也不敢继续劝阻了，生怕下一秒被砸的就是自己。没过多久，祝内就把锁砸开了，分馆里面漆黑一片，小健完全不敢往里走，可祝内却丝毫不在乎。他看着胆怯的小健，大步地走了进去，还回头甩给小健一个相当诡异的笑容。很快，祝内被黑暗吞噬。而在门口犹豫不决的小健听到了脚步声，又以为是刚刚自己的声响惊动了保安，于是小健不假思索的就开始往外跑，也不想管祝内究竟进去是要做什么。可没想到这一次竟然是永别。人真的可以预知自己的死期吗？上海男子在去世好友10年前的课本上发现好友竟然提前10年就写下了自己的死期和死因，背后的真相令人毛骨悚然。2015年，小健带着自己的初中好友祝内来到荒废已久的世博园。在世博园中，祝内一反常态，硬是用石头砸开了锁住的大门，随即消失在了黑暗之中。胆小的小健不敢跟随自己的朋友，只好往大门处走。可谁知道，在大门等了将近1个小时的小健还是没能等到自己的朋友。小健开始有些着急了，但由于自己也不大清楚祝内的电话号码，于是只能跑回家找父母询问祝内姨父的电话。刚一打通电话，祝内姨父就告诉小健，祝内早在1个小时之前就回到了家中，而且还说是小健把他送回来的。小健一听这话，彻底懵了，自己明明在大门口等了那么久，都没见到有人出来，祝内又是从哪里回的家呢？再说这个距离又怎么可能是在1个小时之前就能到家的呢？小健百思不得其解，心想着第二天一定要找祝内问个清楚。第二天，在祝内准备回日本的路上，小健小心地问起昨天在世博园的情况，结果没想到祝内的回答彻底让小健傻眼了。原来在祝内的记忆里，他们根本就没去过世博园。当他们发现鱼味馆关门之后，二人就直接回到了家中，根本没有去过世博园。
言。听完这一番话，小健甚至都怀疑自己精神错乱了，因为眼下柱内的神情坚定的让人没法觉得他在说谎。与此同时，柱内还和自己的姨父聊起了晚间档节目的事情，这让小健更加相信此时的柱内并没有说谎。可是如果他没有说谎，那昨天晚上和自己去世博园的柱内又是谁呢？这一切都因柱内回到了日本而变成了小健心中的谜团。多年之后，小健从柱内姨父的口中陆陆续续的听到了柱内的最新动态，比如说考上了大学，又比如说谈了一个不错的女朋友。可令小健没有想到的是，再次得到柱内消息的时候，却发现他已经因病去世了。具体是什么病，柱内的亲属也没有透露。由于此时的小健正当毕业，自己实在没有多余的心思分出来关心朋友的死因，这件事也就被搁置了。说来也凑巧，等小健找到工作的时候，初中母校突然打电话通知小健来取回柱内遗留在学校的物品。再次听到朋友的名字，小健还有一瞬间失了神，于是他来到母校，找到柱内遗留的东西，谁知道这里面竟然隐藏着惊天大秘密。一位初中生提前10年在自己的课本上写下求救信息，并且写明了自己将于2022年，也就是10年后病死。诡异的是，他真的在2022年病逝了。难道他真的有预知死期的能力吗？2022年，小健应初中母校的邀请，回到故地，帮自己已经逝去的朋友柱内拿回遗留的物品。柱内遗留的物品并不是很多，小健先是看到了柱内喜欢的作家的签名照，还有花露水、护手霜等。关于柱内喜欢的作家，小健了解的不是很多，至于花露水、护手霜这些更是早就过期了。除此之外，还有一本初中语文课本。看到这熟悉的课本，小健忍不住翻看细看，发现在目录上写着的就是各种要默背的知识。小健随意翻开了一页，却发现那一页上有几行铅笔字异常惹人注意。他仔细辨别着，发现字迹清晰地写着：如果有人能看到这句话，麻烦救救我，10年后的我，也就是22年，就会因为生病而死掉。看到这句话，小健浑身上下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他突然意识到，那晚跟自己去世博园的柱内，会不会就是以某种方式穿越了呢？所以第二天看到的柱内才不会有那段记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这个写下求救信息的柱内，难不成也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小健越想越大胆，他又突然联想到当年初中老师在给自己上课的时候说到过平行时空的存在。于是小健果断地联系了当年的老师，试图与之沟通一下柱内的事情。可没想到，在去找老师的路上，小健经历了一系列离奇的事情。先是乘坐的2号线突然断电，导致小健被闷在车厢，只能改时间。第二次再见面时，老师又临时有事来不了，只好说下一次。可到了第3次，小健又突然生病了，大概前后约了7、8次，小健都因为各种事无法与老师见面，似乎上天不想让2人见面一般。无奈之下，小健只好放弃约见老师的想法。之后投入工作的小健也渐渐地把这件事给放下了，不再去思考柱内是否是个穿越者。不得不说，在小健的整个遭遇中，我们的确能明显地看到，这就是2个普通人的故事，其中没有夹杂任何超能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或许柱内在很早的时候就患有疾病，只是小健不大知道其中的纠葛，所以才会在看到课本上文字的时候如此的惊讶。这个世界上的确存在着许多无法解释的巧合，但这个故事全凭转述，各种细节真实性有待商榷，大家还是当故事听听即可，全当听个乐吧。看到这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